Hello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川法师。好的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个这个荣格心理学啊。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荣格心理学呢？因为呢，在讲完这个科学和伪科学之后呢，我觉得就可以讲荣格心理学了。荣格心理学呢，又可以说是特别伪科学的一个代表。首先要讲荣格之前呢，先要讲弗洛伊德啊。20世纪的心理学呢，脱离了弗洛伊德，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讲的。弗洛伊德呢本身开创了这个叫精神分析学派哈，然后呢荣格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哈，因为荣格属于受了弗洛伊德的启发，然后才开始了他的这个精神分析的研究哈。然后这些最初受到弗洛伊德影响的人呢，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哈。第一任会长呢就推举了这个弗洛伊德，但就在这个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之内呢，产生的就是在心理学界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师徒反目啊，就是最终呢荣格和弗洛伊德呢就决裂了哈。他们两个之间决裂的原因有很多，主要是有两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弗洛伊德的这个精神分析呢，主要是以这个性驱动学说作为这个根基的哈。他认为人类的很多问题呢，都是由这个性的欲动所发生的哈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荣格并不是特别感冒哈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荣格这个人呢，就是特别的这个迷信哈，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呢，他都愿意尝试哈，宗教啊、巫术啊，还有这个催眠啊，还有叫做这个中国的阴阳五行啊，这些东西呢，荣格都是来者不拒哈。然后所以有些人呢就说荣格创立这种叫超心理学，超心理学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些迷信的这些东西呢，全部都包括在里面。弗洛伊德呢就觉得这个荣格是不是脑子有点秀逗了哈？荣格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产，然后有很多研究方面的一个心理学者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只是讲我认为他两个最有价值的一个假说哈，一个就是叫做集团潜意识，一个呢就是叫做共识性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主要讲讲我对这个集团潜意识的一些认识哈。那么在弗洛伊德的这个意识无意识的这个假说里面呢，就是人呢，实际上呢，人的意识呢，其实露在冰面上呢，只有10%，剩下的90%呢，都是由无意识所操控的哈。就是你不要看这个人说什么，你要看这个人怎么行动哈。弗洛伊德认为呢，要研究个人的无意识呢，都要从这个梦的解析开始哈，从梦里面体现的这种最原始的欲望呢，然后分析出这个人无意识和他这个行动的根源，然后呢，才能够对他这个精神病呢进行一些治疗哈。我们要讲精神分析学派呢，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治疗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疾病哈。那么弗洛伊德讲的这个意识和无意识呢，荣格呢就把它发扬了，他就认为呢，意识和无意识呢加在一起呢，也只是所有的意识的这个10%哈。在意识和无意识之下呢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部分，那叫做集体潜意识。就荣格就提出了很多这个心理病呢，你只是从个人角度哈，从自我的角度去分析的话呢，你有的时候发现它不能够被解释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把它融入到社会意识当中，你就社会无意识，包括宗教啊、文化啊各个方面里面，你突然就发现呢，这个病呢又可以治好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就好像说一个神经细胞到底有没有思想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一个神经细胞它也有电流，它也有各种神经的突起，然后呢，它到底有没有思想？人类为什么有意识呢？实际上是一整个神经系统构成之后呢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联动机制，然后呢，有很多这个排列组合的变化，有随机性在里面，最后呢，让你觉得好像我们是有意识的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放到人类社会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个人认为你有意识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呢，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，你只是这个意识当中的一个神经细胞，所以呢，你这个神经细胞整天在那挣扎痛苦，然后觉得很不舒服，然后呢，你不去问它整体的这个神经系统的话，那么你这个神经细胞的病你到底应该怎么治呢？那么有了这个集团潜意识的这个假说之后呢，有很多东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的，比如说这个 PTSD 啊，就是为什么呢？你跑去战场上去虐待别人，去杀了别人，然后你自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心理疾病，然后呢，包括一些心灵感应，就比如说这个双胞胎为什么会有心灵感应啊？然后包括这个手指识字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集体潜意识呢也被所有的学者拿来作为文化分析的一个源泉啊。就是为什么很多文化学者特别喜欢荣格呢？就是因为荣格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就是口实，就是我们研究文化最大的这个意义在哪里？就是从分析文化当中得出集团潜意识，就让很多文化学者去分析他们的古籍、神话、传说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引用到荣格的这个
集团潜意识的这个理论哈。那么讲集团潜意识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讲一下有人类的3种典型梦啊。这3类的典型梦呢，包括一个是坠落，从天上掉下来，然后呢，一个是追赶，就是在这个梦里面拼命的跑，然后后面有人追着你，还有一种就是飞翔的梦哈。所以呢，这3种典型梦呢，是基本上每一个人呢都有可能会经历的。而且这3个典型梦呢，和普通的梦呢有一个区别，就是这3个典型梦呢是以感觉为先导的。我们普通的梦呢都是以这个画面为先导的，就你一定会在梦里面看到一些画面，然后呢产生一个故事。但是这3种典型梦呢，它是以感觉为先导，就是你基本上不知道画面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呢这个感觉是非常真实的，就是你掉下来的这个感觉，还有这个被人追赶的感觉，这个腿啊不停的在跑的这个感觉，还有就是在天上飞的时候逍遥的感觉是很真实的。你人生当中并没有从这么10楼20楼掉下来的经验，也没有这种拼了命的跑被人追赶的这种经验，然后呢也没有在天上飞的经验，为什么你会做这3种梦呢？所以这种个人的典型梦呢，就说明可能我们人类呢有超越个人的共同记忆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我们讲的叫社会的梦啊。还有一些文化作品，特别火的文化作品，一个大家都喜欢看的电影啊，一个大家都流行的一个小说啊，什么电视综艺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火起来？因为呢，它可能当中呢是有一个符合大众的一个共同想象，所以呢，这个呢也是一个社会的梦啊。所以弗洛伊德呢就提出了梦的解析要对个人进行这个潜意识的分析，而荣格呢更加要讲你要去分析社会的梦。举例来讲，就是欧美呢就特别喜欢看这种丧尸片，然后这次呢这个新冠疫情一来之后呢，你就发现欧美这个影响就很大。从这个荣格这个分析来讲，就是说他们这个社会的构造呢就是没有办法防瘟疫的，就是欧美人民当中一个共同的恐惧啊，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担忧，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一旦出现了之后呢，它就会符合大家的担忧。集团潜意识的这种假设呢，就告诉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为什么要去与人为善啊，就是因为你只是一个大的这个集团潜意识当中的一小部分哈，所以呢，如果你只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去攻击别人的话呢，实际上你是攻击了集团潜意识的其他的突起哈。那么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癌细胞，就是癌细胞呢，就是只顾自己成长哈，只顾自己发展，然后呢不顾别的细胞的死活。这种癌细胞呢，它就会受到这个身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哈。你如果一个意识呢，它只顾自己的利益，然后不停的践踏别人的话呢，那么就会有一种叫做集团潜意识的免疫力呢，对它进行攻击。然后呢，这种东西呢，有可能呢就会形成心理病。集团潜意识呢，就像一个太阳，它是讲着这个人类整体怎么样变得更好的一个想法。然后呢，个人呢，实际上面对这个太阳呢是有各种阴影的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荣格提出的这个影子的概念啊，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心理阴影吧。所以呢，荣格呢就提倡呢，在研究心理病的时候呢，首先要从影子开始分析。你如果能够诚实的认识到自己的心理阴暗面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更加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们讲这个集团潜意识的这种概念，就是与人为善啊，道德为主啊，这个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，这个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就是全人类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思想为主而组成的一个社会集体。说你这个道德多高尚啊，然后怎么样好人啊，什么多么善良，这些东西呢，这些东西呢是没有办法体现出你的个人性格的。荣格呢就提出了叫 persona 的一个概念，就 persona 就是假面的意思啊。女神异闻录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单词啊，它就是人呢都是一个披上假面的一个现代人哈。现代的很多思想呢，实际上是和你个人的这个意识是背道而驰，而你真正的这个原始人的这个率直的那一部分，就是你自己的欲望。那么在面对社会这种集团潜意识面前呢，每个人戴上了自己的假面，然后掩盖的就是自己内心原始人的那些冲动啊。那么只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你这个压力得到缓解呢？那么他就认为呢，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社会发展呢，就需要这个功利主义、理性和现代化，而这些东西呢，大部分都是反人性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些呢，很多的时候呢，都成为你的压力的根源，因为呢，它要求你做的是一个非人性的东西哈。这些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呢，实际上呢，会构成你这个心理病的根源哈。然后所有的神话传说啊、文化和宗教这些呢，都是很多程度上呢，就是反映更加原始的欲望，是属于原始人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他从这些里面呢，就分析出所谓的原型理论哈。那么这个什么阿姆尼啊，什么这个东西呢？
呢，要讲的话还能再讲一期哈，那么就今天就不展开哈。所以荣格的这个集团潜意识呢，其实最后呢也是警告你，就是在科学和这个文艺，就是这种想象、迷信，什么地平说啊，什么这个各种那样的这个反智主义啊，这当中呢，你要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。你完全倾倒到这迷信啊、宗教这里面去呢，当然也是不好呢，因为这就代表着你没有办法在现代社会生存哈，你对这个现代社会就是没有价值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完全倾倒到了就是所谓的理性和这个功利主义啊、纯理性批判这方面呢，那么对你的心理上面的压力呢是不可想象的大。所以呢，你一方面呢要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迷信，要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阴暗面，另一方面呢，你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这个社会潜意识对你的要求是什么。那么好吧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